跟上次吃那不一样，车载煎蛋，那个感觉非常不好。快点给我打消这个念头吧！大同电锅的鼻祖，唯一就没老百姓的事儿。难道这就是士林夜市吗？好像没什么可逛的了。追随妈祖的行程结束以后，我们回到了台北。那这次我们想尝试一个小小的挑战，如果不做攻略，只看社交媒体推荐的内容，会不会踩到雷呢？那这些爆红的景点真的有那么好玩吗？那第一站我们就直奔台北最有名的打卡地故宫博物院。我们现在从地铁出来，然后要骑 U-Bike 去故宫博物院。然后呢，我发现Google Map 上如果导航路线的话，我是可以导航从这边骑自行车过去。然后它有2个线路，是你选择骑自行车，然后点一下您的自行车是2.3公里。然后这边还有增加了一个选项叫 U-Bike 选项 ，U-Bike 2.0，然后显示3.3公里。也就是说，它自动给你导了一个从这儿对开车到那边哪儿去存车的一个路线。哎，这还挺好的。这是我们第一次体验 U-Bike 啊，这回呢到机场我们买了一个手机号，台湾的手机号。对。那现在这回呢就可以顺利的呢就把这 U-Bike 给注册成功了，收到了验证码。哎，我发现这个橘色的是电动的，你看它写着内有电池，请勿乘坐。哦，那要不你试试电动的？行啊。会不会你比我快啊？哎，有可能啊。这辆行吗？行，可以吧？那你先扫吧。我先看一下它车啊，有点晃，然后再检查一下它的刹车。因为我根据我的骑车经验来说，都得先检查一遍，不然很危险。那你就开这橘子吧。它写着有密码，然后还有电量，然后这儿有2维码。哦，电量85%，那够了。对，它也可以直接靠卡去支付。查询中，余额2000多，真狂。哎，然后就行了吗？请取车，进行骑楼。好了。然后我就可以。出来了，它是不是有一锁呀？对，你看，其实它是卡在这儿的。行了 ，OK。不过你那是电动的，我很羡慕啊。是。哦，是这样。对，你可以调的感受感受。OK， 走啊，咱们。走。我们刚刚过了一个1公里长的隧道，没想到在台湾竟然骑行第一次啊，骑 U-Bike， 对，就这么刺激。然后旁边全是大车，还有飞速而过的机车，因为车过得都非常快，所以就感觉都吸着自己那感觉。是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嘛。怎么弄？这样哈。哎，轮子进去，轨道。OK。扣款10块，40啊，40。没想到最终就是我是便宜，我省钱。对。然后小雨那个呢是省力，但是贵，40块钱。我10块啊，4倍了。对，就正好咱俩呢这回就全体验了啊。但是说实话啊，我觉得还是能选电动，因为台湾这2天也热起来了。太热了。就是我这现在已经一身汗了。反正回去的时候我们选择公交车了。行，这就算是一个初体验，就结束。在这个故宫博物院外头有这么一个广场，好像都是塑像，是。对，各个不同的民族的塑像。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大的广场。你记得少族吗？记得，我们去日月潭的时候。少族饭。对，少族饭。来看看，这就是少族。你看他们的服饰都不一样。是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。头饰、服饰、花纹都不一样。对，他们应该是语言也不一样吧？那应该是不一样。少族啊，少族饭，我们吃过人家族裔的饭。对，日月潭一带，人口仅剩下300多人。噶玛兰族都没听说过哎。你看他，就是后来迁移到花莲，台东一带。在花莲靠海。对。白千层啊。对，确实好像是有千层。像哇，好软啊！千层蛋糕一样。哎，好软啊！那真是，我掉了。哎，这个皮摸起来也像蛋糕一样。是。你在台湾旅行呢，就是无论走到哪儿，到什么地方都会有一个全家，旁边还有一个 7-Eleven， 然后呢还有这种很古早的小店可以吃饭，就是在这边旅行完全不用担心吃的问题。来喽，我刚说完不用担心吃的问题，然后你就买了是吧？对，来吧，跟上次吃那不一样。对，像面条一样啊。哎，还是那味儿，真好吃。行。对，一个控肉，一个猪脚。要不要点那个辣萝卜？要。
哇，好，好，好。要肉质。给您200，然后哇，看着好香啊！这等于是一大块肉，然后给帮我剁开了这种小块儿，然后这还有3个菜，其中呢有萝卜、一些豆丝，还有一些苦瓜，然后还有一点点饭。哇，猪脚饭是吧？猪脚饭，瘦肉，然后上边你看是带皮的。卤的香吗？挺香的，是吧？但是它不是那种特软烂的那种，还是有点嚼劲儿。有嚼劲儿，有筋斗啊。对。然后它这一份饭是你要这猪脚饭，然后它配3个菜。你这猪蹄儿好香啊！那它卤的那味儿特别香。然后你看我的这个空盒饭，我觉得跟之前我们吃的空盒饭不太一样。之前那种是酱油色，然后就一块肉，然后一小点饭啊。这个有点是青，有点发白，然后上面分层特明显。对。还问我需要不要浇汁儿，然后我说浇点儿，一浇这饭就特好吃。然后这家店呢就在这个故宫博物院对面。对，对面。这让我有点不敢想象。因为我想象是故宫博物院对门，你不得是就是广场对吧？弄一特整齐。实际上外边全家、7-11、古早小店，对，应有尽有，还是正常，正常的生活，不会因为这个故宫博物院改变这儿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天下为公的这个牌楼，上面写着孙文，就是孙中山题的词。然后这个通道直接过去呢，就是我们要欣赏的这个主的参观的店。两边是那种大松树，是。然后你看背景是一个绿色的山，感觉很庄严哈。对，很庄严，就感觉它是一个宫殿在一个树林里面。我刚才看到了，它是后面完全就是靠着山。这边是有语音导览，售票处。有一些这些东西是不能带的，食物、饮料、瓶装水除外啊，禁止携带入场。早上进去过了吗？没有啊。没有，等一下再去看看。好。我今天早上刚买的。我拍一下这个。等一下来。出点问题吧，就是这平台叫 Trip.com，其实它就是属于携程的吧？那它属于骗人吗？对，属于啊。那我今天早上刚买的，它怎么会2024年9月就用了呢？现在是2025年呀。谢谢您啊，还过来给咱们处理一下。对。那就是说别在这个网站上买。来台北故宫都是想看这个吧？咱们刚从嘉义的。肉形石有。肉形石有啊。肉形石302。302。是这样啊。好，知道嘉义有故宫，是。没想到去嘉义了。完了，白菜看不见。那只能看肉五花肉。可惜了。那里有一个展非常棒。是。对，嘉义刚好现在有个展很棒，然后白菜不在里面。遗憾了。完了，那只能看五花了。谢谢。这个碗要盛螺蛳饭，应该会变得很好吃。我这碗我都不舍得让它吃饭。你看这个有一个鸭子，是啊，你看它的色调，是个炉子。是炉子哦，那也就是它嘴出烟，对吧？对，它是里面放，然后从嘴出烟。皇上真会玩真会玩。这可能是我见过的颜色最好的瓶子了。这你看这个颜色，它的蓝。和它的这个红、黄，还有它的这个金色，它的金色不是那种现代那种亮金，它是黄色。我觉得这有可能就是天然石头磨出来的那种颜色。你看这俩是一套的，它有点像和田玉那种颜色。这盘子真棒，这盘子能拍到啊？拍得到。
这叫雀龙适中，19世纪的鸟笼子，哇，真是绝了。这个颜色是桃红，桃红珊瑚啊，500多年的珊瑚，不是大红，这是个珊瑚啊，这是珊瑚做的啊。下边龙头是玉做的，它这有好多种材质，然后底下那顶也是白玉，你看，白玉。我们现在刚刚到第一个展馆，就已经看到了很多超级精美的文物。对，都是一些小的物件，其实就是皇上的玩物，对吧？对，砚台、钟表、香炉什么的。而且现在我们身边各个国家的人都有，全在这里参观。对，人非常多。是，然后呢，今天很可惜，翡翠白菜不在这儿。这也是我们之前了解到的，就是这个故宫博物院不是说这个展品就永远不动，它还有一个地宫不对外展出的，可能偶尔会提出1个来、2个来，然后在这只展3天。左手插花，它写着展品暂时提出。对，还去别的地方展览了，可能。绝对可以说是稀世珍宝，都非常漂亮，就都非常，你都很想买的那种。你快点给我打消这个念头吧，我求你了。阿里嘎多，阿里嘎多。水晶的山形笔架，书法用的墨。对，你看它的颜色，难道这个颜色就是用在刚才那个，叫什么炉子上的颜色？总之，它的这个颜色都不是现代的颜色。其实这些都是放那种珠宝的盒子的。你看，这是日本的，其实就是咱们现在说的收纳。收纳，对。所以你看那时候宫里的剧，经常有人说，哎，皇上赏了一个什么东西？对，东西是真是好东西，那都是你得恨不得把玩的啊。对，所以你理解就是当时宫里面那些后宫的人为什么争？对，为什么争？我理解他们了，理解他们了，确实是好。对，要能过上这生活，确实不错。对，所以说他们和皇上在一起，就是想要这些奇珍异宝。你说吧，免你一死。台北故宫博物院于1965年正式开馆，藏品总数约70多万件，被称为故宫文物的精华版。我们看到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，大家都被这些珍贵的皇家典藏吸引着，经常有人在一件展品前停留很久，细细品味，可见故宫的藏品魅力有多大。如果你也计划来台湾旅行，非常推荐在行程的最后一天来故宫看看，一定会让这趟旅行多一点深度，多一些回味。严格的要求温度和湿度，因为它有可能会生锈，对吧？看他们的这个画作的印，并不会觉得这个画被破坏，因为章本来就是一个艺术。现在在我面前的是皇上的奏折，这是你看光绪33年的这个奏折，哎，很有意思啊。前面是事儿，从右往左看，然后后边写了一个知道了。红色啊，知道了。就像我现在写明白了，或者呢。好的。妥。虽然古代没有这种 AI， 对吧？对。但是我们有。对，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么一个折子，哎，旁边这红字呢是批注。对。我们把它拍下来，拍清楚啊。然后让人工智能给咱翻译一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当时皇帝什么意思呢？这都是奏谢，就好像是上书给皇上的。然后红的是他批的，有可能。内容涉及戏班、演出安排、应征、演出报名、登记等事务。从内容判断，这是一个关于在某地举行演出或戏曲活动的公告和内容通告。左头的红字。定下来的11出戏剧目定于9月初5日在同乐园，可能是某个戏园子或表演场所演出。演出时间大约在中午12点，只需要将这张通知带入内务府，交给门口这保安就行了。对，保安就行了。满文啊，完全看不懂。皇上对什么什么，然后还有一个词可能是大臣，文书可能是某位地方大臣或内务官员呈递给皇帝的奏报，内容可能涉及行政调动、驻军、皇帝出行、戏班安排，还有戏班安排，就是皇上啊，一天到晚就玩，就唯一就没老百姓的事儿。哎，对。翠玉白菜今天不在，
如果不告诉我啊，放在这儿，我就以为它是真的一块肉。它纹理是自然形成的，它只是后期人把那个表面上给加工了一点颜色。现在在我身边的是西汉早期的一个锅，主要以蒸熟食物为作用，让我想到了什么？什么？这是大同电锅的鼻祖啊，汉代的大同电锅啊。就过去的人怎么蒸，其实都是用那种柴火烧，然后对啊，下面加热。你看这个，它底下也带那个蒸汽网，对，底下蒸不一样吗？大同电锅就是借鉴的这个，对，对吧？是吗？它对，肯定那不能他借鉴大同电锅吧？真逗。它这边还设置了盲文，摸起来是凸起的，这个字也是有一点凸起，然后这块有块白块，这个白块可能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作用啊，然后摸起来就是知道哦，这个是什么什么文字。嘿嘿，你吃了吗？没吃呢。吃什么去？吃卤肉饭吧。这是我们在台湾旅行的最后一天，我们决定去台北的市场看一看。网络上对南门市场的评价非常高，说它改建以后宽敞又干净，是老市场翻新的典范。不过也有声音说它食物不好吃了，变贵了，反而少了传统市场的那种接地气的感觉。到底现实会是哪一种呢？我们决定亲自去看一看。我们来到了南门市场，但是一下地铁出来就是，但是这个市场跟我想的不一样啊，我以为是古早的市场。对，我以为就出来是那种街菜市场道那种。对，我现在感觉它像是一个商场了。是不是还是有点过于旅游化了呢？我现在在南门市场里，就现在一进来就感觉就全是熟食。对，好像就是买了可以直接回去吃。是，那如果要在台北生活的话，那简直太幸福了。你看这个点心，肉啊，肉糕点啊，这边菜呀，是，还有那种卤肉啊。你看这边全都是肉，哇，做好的鱼干儿是吧？然后你看这个是肉。是不是腊肉那种？感觉是吧？这好像是一个蛋，珍珠凤球，我们进去可能也就5分钟就出来了。对，我们觉得还是去士林夜市吧，因为觉得这里边还是有点，因为它卖的都是那种包装的呀。对，而且包装特别好，特别规整的。是。然后大家卖的几乎都很相似。我感觉就是粽子。对，粽子、腊肉、糕点，粽子。对。然后。感觉楼上的吃饭的地儿好像也没什么，对，也是就跟超市那种感觉。而且我刚才拿那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刚拿下来，对方就说100元，这个感觉非常不好。难道这就是士林夜市吗？就感觉好像全是玩游戏的，你看，对呀，又是这个小孩捞鱼的。这捞鱼这是什么游戏？我感觉这士林夜市没有美食啊。这个市场对，对呀，你看，全是在玩游戏的感觉。对呀，为什么？对啊，你看这边。那块儿也行着呢。喂！难道这就是士林夜市吗？我们感觉好像很多摊位也没开，而且也没有像夜市一样有美食，几乎都是在娱乐。对，都是那种扎气球啊，什么玩抓娃娃那种。是。没有吃的东西。是，这都关了，不让下了。士林市场 B1地下美食街进行内部整修，目前停业了。你要忘了摄影师的。小雨，你看这不就是台湾那包吗？对。颜色，经典颜色。对。各种形状都是这个颜色。人气商品。你看这儿还有，哎，你弄一这袋子上 Costco 怎么样？行。绝对。对。你是最靓的仔了，可能是。啊。这是属于台湾的吹的肉款式。吹的肉啊。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些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查到了一些资料，包括视频。好像这是第一呢，这边我们看到的是整修。对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呢是，好像这边确实是不是用品？是不是没落了？我倒反而觉得边上挺好的，就是这条市场一般了，街上氛围非常好。是，要不然我们往那边街走一走，那也不在这边了，因为我查夜市就是这边，但是没有吃的东西。OK， 而且我们发现还有很多的旅行团吧，
还会来这儿组织去旅行，但是现在里头感觉好像没什么可逛的了。我们买了一杯冬瓜柠檬的手摇饮，制作时间大概是15秒左右。对，人家都做好了，直接承诺了，一加冰就行。是，那咱们看看这热炒能炒点什么，好吗？这个蛙煎，还有吗？哦，这是叫什么蛙煎？蛙煎，蛙煎，蛙煎呢？蛙煎，蛙煎，蛙煎，谢感觉谢，听起来还是不太一样。谢谢。你哪儿的？越南，越南。越南啊，你越南人啊？对呀。我们也想去越南玩儿。对，河内。河内啊，河内很有名，很有名是吧？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去。欢迎你来越南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炒猪肝吧。啊，炒猪肝，炒猪肝，对。对。就这两个。先炒俩，然后我们看看不够再要。好，谢谢。越南姑娘，因为我发现我说话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她不能完全理解。对。好，谢谢。哦，这就是蚵仔煎，谢谢。这蚵仔煎是鸡蛋是吗？对，鸡蛋裹着那个牡蛎。牡蛎啊。先尝一口猪肝。你看炒的多好，这是我的最爱，我最爱吃肝儿。对，这猪肝要配着葱吃。然后它里面还有姜。有姜，你看。这么多。就是家庭菜是吧？对。哦，它是粘的。那它那个牡蛎在哪儿呢？在里面。哦，看到了，是不是这个上面这个？是，很像肉圆那个外皮，是吧？黏黏的。像那个红果吗？喝奶茶的时候里面有那种黏黏的，有可能。你感觉像糯米，但是又不是糯米，它是透明的。吃起来它会粘我的。对，像肉圆那个，肉圆里面的那个黏黏的。对，黏黏的，透明的。感觉是摊了个大鸡蛋。对。长江羊肉炉啊，它就在那个街边嘛，旁边就是你看车就从这过，然后是一个敞开的大的门脸儿，它的座位特别有意思，是这种很低的这种板凳儿。对，这个感觉有点像韩国的那种吃饭。然后这长江好像有很多的店。有好多店哈。它是连锁的。对，它是有一特点是碳烤的。而且它开到晚上2点。开到夜里2点，所以这很适合我们2个人，就是出去拍摄，然后回来，对，还可以吃。那是下午开的。也是酒水开瓶费每瓶300，我以为在他这儿买瓶酒，然后他又开每一瓶都300。对，然后我问了一下服务员，他的意思是自带酒水，你自己带的，他给你开瓶，就是你交300块钱，你可以自己带酒。对。但是它是写着禁带外食，对，我以为是就根本就不能带。对，整个这句话呢，前面是矛盾，这儿呢少了俩字儿，自带。对。看看我喝到了什么？对，18天啊，现在我发现 7都没有，我都看不到。对，好像这种一般都是在餐厅有。对。一定要点这个豆皮儿，这豆皮儿特别好吃，它是炸的那种，你看它炸的上面那种有气孔，然后所以它就把那个汤都就吸进来了。吸汤。对，这不是你最爱吃的豆皮吗？对啊，最爱吃的。其实它有点像腐竹那个感觉，然后它一蘸这个汤，会辣辣的。我最开始来台湾的时候，以为就是台湾吃的都非常清淡。然后自从吃了台湾的辣椒之后，觉得哇，真的很辣，每次都辣到我。是真辣，但是辣的好爽，感觉。高丽菜、生菜，涮起来也很好吃。对，因为它这个汤本来就是羊肉味儿。对，它的羊肉还有一点膻味儿，膻的味道，是吧？就像我们以前经常吃的那种叫羊蝎子，对，它这种是清淡的，清淡的。羊蝎子是搁了好多的料变得很深那种颜色。对，它这颜色深，但是就是那种，就感觉很，味道还是比较清淡的那种羊肉汤，我觉得可以喝。对。又单独点了一个这个叫什么？羊角筋。哇，好大呀，感觉。确实挺大的。来，放进去吧。哇。浇一点这儿。
黏黏的，好吃。是不是有点跟那个猪脚差不多？胶原蛋白啊，就是黏黏的，好吃。真的好吃。它等于就是全是这个羊的骨头包着那个筋、那个部分，没有肉。哦，你看嚼肉的时候，你会有肉丝嘛？这是黏的。膻吗？这个味道？有点膻，有点膻。但是你要去浇这个汁儿，你看。我的方法是往上浇，因为它比较大嘛。对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台湾之旅的全部画面了。9天8夜的行程中，我们走访了许多保留了古早味的老店，也探访了改建后的崭新市场，亲身参与了妈祖绕境这样充满信仰的宗教盛典，也在合欢山完成了我们人生的第一座百岳挑战。我们感受到了台湾是一个新与旧、传统与现代能够彼此包容共存的地方，而这种包容感或许正是我们爱上台湾的原因吧。感谢在旅途中遇见的每一位友善的朋友，台湾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我们刚才吃羊肉炉，钱不够，他们说让我们就这样吧，就不用取钱了，说在外边旅游。对，因为我身上只有1000块钱了。是。然后是1110。对。然后这边7取不了跨国的卡。对。对。所以人家就说那就算了吧，就收1000。对对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好不容易取下来了，然后赶快给人还过去。中文。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就玩过这个。对。看看车到哪儿。明天要离开台湾了，今天又世界都要到了。这是我们这第二重焖啊，那味道还是一样啊，好吃。是无人驾驶的，跟我们在瑞士做那个非常像。黄的。对，黄的挺好看的啊。高速。就3条道，你看，我这条道的右边全是大卡车，感觉车挨车。而且这条道还挺挤的啊，3条道，有好多次那大卡车从我身边贴着过。而且这些大卡车开得非常快。大卡车还不能再往右了，再往右那个道有可能是个出口道。对。所以说它只能在第2条道。我们担心停车费太贵，然后回来了一趟，发现。当日最高150元，我们由衷地发出了台湾いいですね。警察跟着我们。怎么回事，黑哥？黑哥？怎么回事？走了。嘛呢？黑哥。这个地方确实容易出车祸，这路太窄了。然后我们下山，现在已经清空了，我们下山还是这么的堵，都是要错车。哇！你这个有点洒吧？你来，这个腿儿也是不是不好扎？是。它这瓶子进去是不是就搅碎了？对。啊。搅成那个一包那个。我说怎么听到里面有？搅成那个一包。哦，搅成那边。对。他们车子来，他们就回收回去了。哦，然后他是做衣服。对。拿这当回收原料，对。做衣服，做被子。对。哦，这上面就是叫交通啊，交通一卡通，等于就拿着它就可以去扫。这也太好了吧！所以说出圈之前要许愿哦。对，我刚才许了，但是是可能不太虔诚，有点敷衍可能。对，我就忘了说我最后一次这事儿了。就是没跟人说明白。对，一定要说明白。对。